你们，现在一人来根玉米啊！哇，它的味道让我感觉脆，哇，好好吃啊！无正气候比较好，干了玉米 ，bro， 干。哎呀，哦，我的玉米。Hello， 哥哥。吃玉米。好，欢迎今天来到我们那个不一样的餐厅。豆子，你来到我们的节目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我没有想到是，对，边吃边讲，边吃边讲。没关系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边吃边讲，放松。因为我朋友都知道，就是我平时很少跟男生交往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我问你哦，那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听说你非常喜欢吃玉米，嗯，应该是算是你最爱的一个食物吗？应该是最顶端的吧，是我玉米是的食物。最顶端的。第一名吗？对那豆子呢？啊，豆子只说的玉米是不是就玉米的豆子？豆子形状的玉米。不是，玉米只是你的小名啊，不是豆子只是你的小名，但好尴尬，好尴尬。豆子只是你的小名，但其实你并没有偏爱吃豆子。对，而且其实不是甜玉米了，是糯玉米。是吧？这种是水果玉米，对，要是那种，你要有那种紫色跟白色相间。啊，对。哇，那好吃。现在吃玉米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可以拉粑粑的方法。对，因为这个就对我很管用。是因为纤维素或者是它纤维素比较粗一点。所以应该是这么说，所以你以前有拉粑粑的问题，所以你找到便秘，这节目可以说那么，所以你找到了玉米来拯救你的世界。对，刚开始吃玉米的初心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小时候是学中国舞，还有芭蕾舞，大概16岁的时候就特别想学流行舞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舞蹈的？对啊，几岁还小？哇， Oh my god！习武之人。然后呢，自己非常的想去北京，然后当时原本你在哪？广东。 OK 刚毕业的时候好的，然后因为我妈妈是中国舞老师，所以她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，但是我就是自己去了北京。兴趣。那你一个人去北京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刚开始去会比较照顾不好自己之类的？就当时我去的那个舞房，然后哥哥姐姐帮我找了一个地方是住的地方，然后当时那个地方叫燕郊，它在河北。在燕郊。北京到燕郊有一个专门排队的地方，就公交车，就像那种山路18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经历。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下大雪，那天晚上排队就排了1个半小时，然后回去的路程也是1个半小时。第3天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排队的旁边有个奶奶，她就是卖玉米，很冷。然后当时就等一下，我没事，你们别管我。然后呢，她就是手都是冻疮的那种。当时第一次想买那个玉米，是因为就觉得它很不容易。对。然后我和身边的朋友，因为排队很无聊，然后当时就买那个，对。OK。然后就是后来每一天我们都会买，就变成一个习惯啊。抓到玉米开始，谢谢，然后就慢慢的往前挪，然后就发现我们一颗一颗这样掰很好玩，然后感觉时间也没那么长了。哦，这样掰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玉米来衡量回家的时间啊，就1根玉米吃完了，可能回家的路程只有1半，但是有时候只吃到1半的玉米就到家了，就意思是说那一天我们没有堵车，然后排队的人也没有很多。你会有想到就是原来那个经历是那么的难熬的吗？一是我没有想到北京那么冷啊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待的地方是在广东嘛，到北京之后就完全是一个人，因为广东是在一个学校，就是你有同班同学，然后大家都在一起，然后去北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而且我不太爱说话。比如说玉米，其实对于豆子来说，它是代表了一段经历。对，就每次拿出来的时候都很开心。学流行舞的时候，你妈妈是支持你的吗？
他对我很严，就是说你既然学舞蹈，就一定要管理好身形。哦，对，他都不会让我吃米饭。妈妈这么严格吗？很严，因为广东那个学校嘛，它就是很军事化，很严。因为我妈妈就是看到是军事化管理的，所以就把我送过去。然后当时里面也是不能吃东西，我们当时饿到吃牙膏，牙膏，还有板蓝根当糖吃。所以你在广东的时候是吃不饱，是他们管你们管到就是不能吃吗？还是？对，那你可以理解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你一定要瘦啊。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妈以为看到外星人了，因为我又黄，然后又瘦。然后那你妈妈看到这样的你，她不会心疼吗？比如说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挨打了，然后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犯错，别人不会打你。然后我就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，到现在，就是有那种距离感。然后，但是我妈妈又，我知道她对我严格是因为我好嘛，就是爱的一种方式，其实。所以饿也没办法说，因为老师也是对你好，我们都是这么觉得的。然后后来就吃那个青苹果味的牙膏，然后板蓝根不是一袋有24小包吗？小包，对。然后后面每个人每天都要买一大包，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大袋。可是为什么你可以一直买板蓝根，可是不能去买吃的？因为板蓝根是药，老师以为你生病了。但是后来基本上全年级的每天都都去买板蓝根，所以学校板蓝根短缺。老师觉得很奇怪，然后进了，他就说不能再买板蓝根了，我们就开始买那个极致糖浆，就是板蓝根我还智桑能理解，但我懂即使是糖浆。糖，因为只要是甜的，我们都可以吃下去。我懂。那你在那里学校上了多久5年， ？5年。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是8个班，15个人一个班，然后走的时候大概走的时候3个班。待不下去了。撑不下去。你坚持下来了。我为什么会考到北京？是因为我太饿了。想摆脱。然后我们当时校长说有4个名额可以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去进修，因为我的天生条件很硬的，就不算是那种基本功很软的身体。然后我拼半年，然后拉筋是吗？对，然后就得到了一个保送的机会。然后当时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哇，就是他可以去北京然后上学什么的，但是我当时真的饿死了呀，就是为了去北京，是因为我想去吃东西。坚持下来的都是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的。据我所知是说，妈妈只让你称为她老师，是吗？对，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？她是怎么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叫我妈妈，要叫我老师？我上学的地方，我身边的女孩子都是在我妈妈那儿学跳舞的，她特别不想让人家觉得她偏心她女儿。哦，我懂你啊，我懂，很多就是父母当那个对老师都会有这种顾虑。小时候嘛，我就会觉得，对啊，在别人面前，然后不能叫她妈妈，然后要一直叫她张老师好，张老师好，然后就会觉得有距离，那回家了可以吗？就是习惯了。是啊，而且当时我回家睡觉的时候，她还没回来，然后我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就是又你妈妈也很去上班你妈妈也很辛苦。很拼。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她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子说，但后面其实豆子说的时候也能理解她妈妈。那这样子一路这样过来，那现在跟妈妈的感觉？现在就是她，会想跟我说心里话，但是可能我还没有办法当面，就是我很羡慕那种跟爸爸妈妈是好朋友的人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，就是像正常孩子那样沟通，因为我跟凯琪姐聊天嘛，然后她一直跟我讲要就是自己的内心要放开一点，让他们觉得，我也是有能力照顾他们，给他们带来开心。可能有时候玩一个小游戏，或者是因为凯琪姐跟我讲过一个游戏，然后让我教我爸爸妈妈玩，然后就是我这次回去的话，想给他们试一下。
像 ella 老师就有说过，就是你好像给他感觉就是一直不够自信，会不会就是原因导致？对，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 ella 老师就非要把我点出来唱歌，或者是平时也会就关心我这样子，然后就可能他就会觉得真的像看到女儿这样。然后发现有一个女孩特别安静，那个子璇，我一开口鼻子就酸了。哎，谁有墨镜？你们谁有墨镜？那个舞步是幻想把你影子踩，够小只答应约你一起闯关，嘿耶耶耶。他会给我分析，或者说他说他有看节目，然后我从电视上看起来就是比较累，或者心里不舒服，或者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会来这样问我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比起我身边的自己的妈妈来说，跟我交流的比较多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看到他，我就会感觉会很想妈妈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他虽然你们妈妈不敢表示，他其实现在肯定很为你感到骄傲。我也觉得。豆子，你之后到了韩国吃的怎么样？还是以玉米为主，因为我当时被选过去的时候，我一句都不会讲，连打招呼都不会讲，就是完全靠手语。比如说我跟那个老师交流，我是这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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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就这样比划的一样，我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我也是，头痛。我那时候我去吃鸡翅，我就去鸡翅店，然后就嘎嘎嘎嘎嘎。这个，因为我喜欢吃肯德基嘛，然后我不喜欢吃鸡块，我喜欢吃鸡腿，然后我鸡腿和鸡翅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所以这是鸡翅，然后鸡腿啊。对，这个我就说我要吃这个，我说我不要吃鸡胸肉。OK。我们来揭晓这个宝物吧。酱酱。哦。对，海鲜面在韩国的食物中我最喜欢吃，而且它是辣的，就是因为我湖南人嘛，然后就很想吃辣的，所以当时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，就记住这个单词了。之后的半年我一直都是姜崩。对，因为我每天中午都是吃的这个。后来再回韩国之后，只要就是问我想吃什么，我都会先去吃一碗这个，就觉得冬天嘛也是热乎乎的，吃的很好吃。而且它这个在韩国称之为中国料理。就它其实不是跟中国的是不太像的。对，但是它被称之为中国料理，叫中国料理。但是另外一种好吃感觉，是的，对，吃吧。这个干贝也太大了，这一看就是王厨做的呀，王厨的干贝就是这么大来着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要给你们吃吗？我就可以来一口。可是王厨做的很一般哦。那算了。如果这个是正宗的话，我很愿意给你们分享。但是这是王厨做的，王厨做的不行，我也吃一口王厨。我要看到底是有多。王厨，你教我做菜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就阵仗很大，哦为什么？感觉很厉害，其实没有很厉害。哇！对，王厨他进我们厨房的时候，先把我们皮的，哎呦，你们这次在这个环境下做的哇，他说很吓人的哇。然后我说你是没有看到我们做菜的时候，太吓人了。谢谢。是不是？谢谢很王厨一般。我觉得王厨人挺好的。他胜在他的性格好。当练习生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有时候都会有相同的一个经历嘛。你觉得最难熬的那一刻，还是什么？有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嘛？练习生的氛围就，大家都很努力。因为紧张。我们在韩国的时候，他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测评。他会给你排名啊，说你哪里好，哪里不好，他会给你，然后就总结一个分数，让你每个排名，然后可能你今天表现不好，你这个月你就要被淘汰。这个月就得这个月你就每个月都会淘汰1-2个人。我们公司，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撑下去，淘汰压力很大。你不到最后出道的那一刻，你还是有可能被刷下去的。所以当时
你都已经坚持了那么久了，而且在那2年中间，你每天重复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说重复一直上课，一直上课，你就会觉得就是你是没有期盼的，没有人告诉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成功，不知道什么是哪里什么时候终点，或者是说有可能你出道了都不一定能成功。对，因为韩国人太多。所以就是就是练习，就当就是增长实力吧，这样子。我们是4个中国女孩回中国办签证嘛，然后打电话给我们说，哦，你们2个不用来了。然后你就会觉得啊，2年多就没了。我懂当下那种心里是很难受，可是就是我觉得你那2年没有白费，因为现在就是有基础，我就会觉得啊，已经是有成果了。但是你当下会觉得，就是那2年多会过脑子，就是你那2年多是怎么去的，然后怎么吃东西的，别人跟你说过什么话，你要坚持什么什么，然后跑马灯的感觉。对，就唰，然后突然一下，然后再看那个微信，然后那个哥哥就说，对，你们俩这次不用过来这样，然后。你当时接到电话你是懵的，但是你再看一遍文字，你就会一直看，然后就觉得唰，然后后来就回到国内，然后又参加了一个比赛。我们的6位 Diamond Girls 的成员将走上今晚荣耀的巅峰。我参加完那个节目之后，因为拿的是冠军嘛，所以我后来就想做幕后了，就觉得既然出不了道，我就干我自己喜欢的，就很喜欢跳舞，我就去跳舞。但是在幕后的时候，人家就会一直问你，你不是冠军吗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或者是说，他是那个节目的冠军，哇，怎么给这个组合伴舞这样子？就是你会一直听到这些话，然后我其实是对这个工作完全很喜欢、很开心，但是只要有人跟你讲一遍这样的话，你晚上回去，难受。就是睡觉之前你会想，有一段时间想完全换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上海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又想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很，我不想跟任何人联系，就是我想自己再重新认识、尝试一遍。参加101，我最大的一个想法，当时就是一个朋友说这个节目好像要收手机，只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然后我马上就去报名了，就是因为我不想玩手机。我参加101的，最初心就是那段时间真的不想玩手机，所以后来又认识了新的朋友嘛，也是帮我走出那个情绪问题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出口。对，所以也挺感谢这个节目的。挺好的，至少现在很好。是金子是哪一个地方？就我就想，就是跟大家说，就是你既然喜欢，就一定要坚持。这个说的很好，是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你去尝试一下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心，可以走到最后面。如果你只是嘴巴上说我想要怎么样，我想要怎么样，但其实你没有为这一件事情去努力，那可能你适合别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份什么东西这样。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严肃。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小孩说我想红或者是怎么样，我特别生气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梦想是这个，为了这个努力了很多，但是你这一句话说出来太轻松了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不是脚踏实地的来的，我就觉得不行。对。所以一定要是为了学习这个东西，然后你坚持下去，然后最后完成了这个梦想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精神的事情。但是你要是有其他的想法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不好。做好一个偶像之前，你必须要做好一个人。一个好的人，他对你的有力的帮助是一辈子的。比如说，很多人说我们对粉丝撒娇啊、卖萌啊，那只是暂时的。当你真的去练习舞蹈，练习一些更重要舞蹈啊，或者提升自己好的品格的话，他对你的有利的是一生一辈子的，这对你
整个人生都是很有帮助的。对，每个成功的人都是不简单的。今天太好。真的是我是不是跟我豆子聊得很沉重？不是还好，豆子是目前来的嘉宾眼泪流最多的一位。哎呀，我太苦了。在我们同一个圈子里面，各个有各个的故事，各个有各个自己对演艺、对工作的看法及想法。然后现在这些机子面前的观众，他们也可以吸收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说不定对他们有好，谢谢豆子，谢谢。辛苦了。王秋这真的不 OK，我那个不挑的人。